坐你的直升机走。叶晨疑惑地看着史蒂夫，问他，你的直升机能把我带到哪里？史蒂夫连忙道，它的航程大概300英里左右，只要是它能飞到的地方，您都可以去。说罢，他又补充道，我刚才就让人通知飞行员准备起飞了，您随时都能走。叶晨问他，你让飞行员准备起飞是打算去哪？史蒂夫连忙回答道，我是打算让我儿子罗伊斯回去看看家里的情况，看看其他人目前的进度，打探一下消息。叶晨淡淡道，你是让你的儿子回去，而不是让他前往封锁区以外。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直升机可以进出封锁区？史蒂夫下意识地说道，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1顺位继承人，我的直升机肯定是可以进出的，不会有人拦我。叶晨微微一笑，会不会有人拦你？试一试就知道了。说罢，叶晨对汉克说道，你陪罗伊斯少爷坐直升机出去转一圈，直接往封锁区外飞，看看有没有人阻拦，如果没有，你们就直接飞回来，如果有，你就借口说要罗伊斯少爷要试一试空中管制的力度。罗伊斯一听说要让自己坐直升机离开这里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仿佛劫后余生一般。他想的是，只要让自己飞出去，只要自己乘坐的直升机被拦截，自己就可以向对方求助，那样也就能逃出升天了。可叶晨下一句话却将他的侥幸瞬间击得粉碎。叶晨看着汉克，淡淡道，你记住，如果罗伊斯少爷敢向任何人求助，或者试图在任何环节把你一个人甩开，你都要毫不犹豫地开枪把他干掉。记住，瞄准他的脑袋，争取一枪就把他的脑袋打开花。汉克不假思索地说道，主人放心，只要他耍心机，我第一时间把他解决掉。罗伊斯吓得脸色惨白，他心里很清楚，汉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，毕竟他是老爷子最信任的保镖，更是老爷子的心腹大将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汉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身边也是可以正常配枪的。如果自己到时候向别人求助，那很可能自己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汉克一枪崩掉了。叶晨让汉克跟自己回去，并且全程监督。以汉克的身份，任何人都不敢直接对他开枪，这也就意味着，自己即便向人求助，被求助者也不可能有先发制人的机会。那如果汉克真想杀自己，还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就不能逃出升天了，无论飞机会不会被拦截，自己都还得乖乖地回到这里。就在罗伊斯心中郁闷的时候，叶晨看向一旁的史蒂夫，冷声道，你听好，如果你的儿子敢耍任何心机，不但他会被干掉，你也活不了，知道了吗？史蒂夫哪敢有半点迟疑，连忙点头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时，汉克的对讲机传来手下的汇报，老大，我联系过供电公司了，电路被破坏得非常严重，是跨河面的电路被切断，今晚是不可能组织足够的人手抢修了，最快也要等到明天天亮之后，您看我们有没有必要调一辆供电车来？汉克连忙看向叶晨，等待着叶晨的吩咐，而叶晨则开口道，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不要再调供电车了，对方既然已经切断电路，就证明他们马上就要动手，现在调集供电车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你们所有人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盯紧周家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汉克不假思索的连忙将叶晨的原话转述给了自己的手下，对方恭敬地说道，好的老大，我知道了。叶晨知道这里有上百人都在盯着周家庄园，自己能悄无声息地潜入周家庄园，但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前往周家庄园大门口，再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石狮子里取走4方宝藏，更何况现在能不能把4方宝藏带走还是个未知数。如果自己用暴力手段带着4方宝藏强行杀出封禁区，想必也没有人能拦得住自己。就这样一来，自己的身份也必将暴露。眼下破亲会这个大麻烦还没能解决，如果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暴露了自己，只会得不偿失。所以叶晨还是想找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办法。
只要能悄悄将四方宝状带回华夏，就算是完成了周良运给自己的嘱托。现在距离天亮还有大概3个小时，叶晨决定先看看直升机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得通。10分钟后，史蒂夫的直升机从别墅的后院起飞。这架豪华的重型直升机虽然能够乘坐超过20人，但此刻偌大的豪华机舱内只有汉克与罗伊斯2人，而叶晨干脆在房间里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在黑暗中打量着史蒂夫，问道：“你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1顺位继承人，这种事情怎么还亲力亲为呢？”史蒂夫一肚子苦水，表情苦涩地说道：“您有所不知，我父亲今天忽然宣布，谁要是能够找回四方宝状，谁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。这一句话就等于否定了我第1顺位继承人的合法地位。”叶晨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怪不得你这么拼命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前线熬大夜。”“哪里。”史蒂夫尴尬地说道，“我这也是被逼无奈。要是我失去了第1顺位继承人的地位，那我的儿子也就没有资格继承家业了。为了他的前途，我也要拼一拼。”叶晨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盯着，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，找各种和部门合作设卡阻拦？”史蒂夫如实道：“是我父亲透露给我，说在这里找到四方宝状的几率最大，所以我才过来的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你要找的那尊四方宝状就在周家，而我就是来这里取四方宝状的。”史蒂夫虽然猜到了这一层，但还是被叶晨的话惊住。他没想到叶晨一个人竟然就敢闯上100人的包围圈，而且他能悄无声息地摸到这里把自己控制住，这足以看出他的实力已经超出想象。再一想到四方宝状确实就在周家，他心里先是有些隐隐激动，但随后却是深深的遗憾与懊恼。他很清楚自己现在不太可能摆脱得了叶晨这个煞星，最终能不能活下来都还是个未知数。早知道四方宝状就在这里，自己还不如一开始就带100台挖掘机过来掘地3尺。万一赶在叶晨前面找到四方宝状的话，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可是现在自己不仅与完成任务擦肩而过，甚至还有可能把命也搭上。叶晨眼见史蒂夫表情颓废懊悔，不由笑道：“史蒂夫，你的心情好像不太好。”史蒂夫吓得一激灵，连忙道：“没有，您误会了。”叶晨笑了笑，大有深意地说道：“史蒂夫，其实我们2个没有必要非得成为敌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到现在还奢望能够得到四方宝状，那我们2个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。可是你换一个思路想一想，如果我今天悄悄把四方宝状带走了，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。”“好事？”史蒂夫一下子有些错愕，因为过于紧张的缘故，他的思维能力和判断速度比正常情况下有了很大的退步。叶晨这时候笑着说道：“你父亲不是说了吗？谁能够把四方宝状带回去，谁就是第1顺位继承人。可是你换个方向想一想，如果没人能把四方宝状带回去呢，那你不就依旧是第1顺位继承人吗？”